辛苦你了，要不是我和弟弟，娘也不会这样的。青儿又说傻话了，你和善儿是娘的宝贝，是娘强求都要留下的，娘怎么会怪你们？你们不怪娘，没有护好你们，娘就满足了。孙宝倩和孙宝善乖巧懂事，不吵不闹，更是让连氏觉得难受。倩儿，谢谢娘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怪娘呢？他的母亲不辞辛苦生下他，才让他能看见这个世界，能学文识字，他感恩还来不及，责怪是不可能的。孙宝倩看了看苏小璐，要是他能好起来就更好了，他就能和这个厉害的小先生成为朋友了，就像是书里面所说的挚友那样。但现在他这个样子，他是不敢说出想结交的心思的，所以在面对苏小璐的微笑，孙宝倩低下了头。孙伯承和孙子谦很快回来了，手里拿着写好的字据，上面还盖了孙府的印章。吴老头接过去看了看，然后对着苏小璐招招手：丫头，过来看看。苏小璐看了看，点点头：师父，他们刚才答应的都写在上面了。吴老头点头，把信纸折好收起来，然后对着苏小璐说道：丫头，记住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。假如你遇到一些不讲理、过河拆桥的人，这东西就能用上了，知道吗？孙伯承和孙子谦知道这是吴老头在警告他们，他们默默不语，看着吴老头交代苏小璐一些门派手段规矩。谢谢师父教导，徒儿记下了。他喜欢这些规矩，他会遵守，也会把他们传承下去。吴老头满意的点点头，伸手摸了摸苏小璐的头发，转头对着孙伯承和孙子谦说道：这字据上只包含救治你那2位孙儿，至于你们想要顺带治病，还得另算了。是，我们晓得。这一点他们孙家也不会赖账。我这徒儿并未出事，所以他为你家治病的事情不要传出去，影响他的生活，也不要让别人知道老头子我在这儿。假若打扰了我的清静生活，那就别怪我翻脸。徒儿本事再大，也得要听我老头子的。为府上治病，若有需要，衣食住行由你们负责。孙伯承和孙子谦都应下了，这些要求都不过分，他们当然应该瞒着，不为别的，而是为了他们自己。天下寻求神医踪迹的名门望族多了去了，比孙家厉害的更多。要是知道神医在这儿，孙家就别想有安宁日子过了。从孙宝倩、孙宝善的院子出来，苏小璐和吴老头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小院里。吴老头也写了一些方子，让孙府去准备药材。有的药材很名贵，所幸用的不算多。等把孙府下人都撵走之后，吴老头把院门一关：丫头，对于孙宝倩和孙宝善，你有方法了吗？先清毒，再慢慢养生。我会制作一些养气的药，让他们每天吃着。哦，还有在吃食上面也要调整一下。吴老头看苏小璐有了方法，他满意的点点头：不错，你的天分根本不需要为师插手，你就能做得很好，为师也不用担心了。师傅呢，就把话放在这儿，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做，真要有事情，自有师傅给你兜底。吴老头给足了苏小璐底气，让她尽管的高飞，让她肆无忌惮的去做她想做的事情。苏小璐笑着扑进吴老头怀里：谢谢师傅。吴老头很不自在，连忙推开苏小璐：说了多少次了也不改，这样成何体统？原来师傅是一个孔女男。看在老头这么可爱的份上，就不逗他了。苏小璐跑出屋子，里里外外的把院子看了看，还挺周全的。小院子里有小厨房，很方便制药。几张药方子出去，孙福也忙碌了起来。对于孙伯承、孙子谦和连氏的药，不需要2人操心，只需要给他们扎针就好。所以到了晚上，吃好饭之后，2师徒就让下人去传话了。得知今天就要开始医治了，孙伯承父子和连氏都很意外，但能够早点治疗是好事情啊。因为连氏是女子，所以就把她和孙宝倩和孙宝善安排在了一起，
由苏小璐下针，而孙伯承和孙子谦父子则是一起由吴老头下针。苏小璐背着针袋和连氏一起过去，路上连氏温和地问：小先生，晚菜还合胃口吗？谢谢婶婶关心，晚饭很好吃，我和师傅都很喜欢吃呢。连氏放心了。那便好，小先生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尽管吩咐下人去做。连氏的好意苏小璐感受得到，她仰头对着连氏甜甜一笑。婶婶，我叫苏小璐，你叫我小璐就好了。说起来，我们家和婶婶家也有过接触的，以前我爹打了很多野物和一头大老虎，是婶婶家买去的呢。连氏很是意外，她看着苏小璐，4年前你爹卖了一头健壮的老虎是吗？是的。连氏心里说不出的感触，她眼眶有些湿润。小璐，真的很谢谢你们一家，那一头老虎也是救了我2个孩子的性命，现在你又来救他们，让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缘分在。那年府里内务管家说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猎户，说是家中有困难，所以孙府买卖的时候价格是比市价高一些。那会儿连氏就想，就当做善事了。现在想起，连氏真是流下了感恩的泪水，他相信善有善报了。我也相信有缘分。小璐，你的2个哥哥还好吗？你爹你娘还好吗？我大哥二哥已经好了，我爹娘也很好，谢谢婶婶关心。进了屋内，连氏让苏小璐先给孙宝倩和孙宝善下针，她在一边看着。屋内很温暖，就是脱光了也不会觉得冷。但孙宝善非常的害羞，他抿着唇，非常的不自在，根本不敢看苏小璐的眼睛。苏小璐下针快很准。护住心脉是为了清毒的时候不伤心脉，会有一点点痛，但我会轻一点的。孙宝善抿了抿唇，好一会儿才艰难的开口：没关系，我不怕。连氏心疼的落泪：善儿别怕，等好了咱们就健康了。小璐是神医，你会好起来的。苏小璐把针都扎好之后，最后一根针扎进了孙宝善的无名指上，入针很深。1个时辰后取针，到时候会有一点毒素由这根针引出。婶婶，那你在这坐会儿，我过去给那个姐姐扎针。好，谢谢小璐。她叫孙宝倩，你可以叫她宝倩姐。这个哥哥叫孙宝善，也可以叫他宝善哥。小璐妹妹，我很瘦，你不要害怕。那一次被指着骂鬼骷髅和丑八怪，也让孙宝倩伤心了很久。苏小璐对着孙宝倩微微一笑：宝倩姐，我不会害怕的，等你病好了，你就和我一样了，你只是生病了嘛。孙宝倩很紧张，她比孙宝善还要紧张，身体甚至有些发抖。宝倩姐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有一个姐姐，我看见你就像是看见了她，她对我可好了。苏小璐说起了苏小玲，孙宝倩的注意力被转移了，渐渐的也就没有那么紧张了。她没有朋友，听苏小璐说起那样一个人，也不由得在想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不知不觉的，她的身上就扎了许多针。等孙宝倩回神一看，她就明白了苏小璐的善意。最后一针一样是扎在无名指上。小璐，谢谢你，有机会我一定要见见你姐姐。如果她不嫌弃我的话，我想我会和她成为好朋友的。一定会的。孙宝倩闺房里有书架，上面许多书，想着自家姐姐是喜欢学知识的，如果她认识孙宝倩，两人性格相投，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。婶婶你来啦，正好到你啦。连氏眼眶微红，她来了好一会儿了。苏小璐对孙宝倩情绪的照顾，她都看见了，让她对苏小璐的好感又增进了很多。连氏神色温柔，看着苏小璐一针针的落针，没多久就扎好了。婶婶，一会儿你觉得小肚子暖暖的时候就叫我。好，你累了吧？靠着休息会儿。我不累，你们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我师傅那边看一看。那你慢慢去。苏小璐活泼极了，跑着便出去了。苏小璐跑到了边上的院子里，师傅，我来啦！苏小璐喊了一声就进屋了。孙伯承和孙子谦都脱去了上衣，前胸后背都扎满了银针。看见苏小璐进来，两人是有点尴尬，但这尴尬才在心里起，就被吴老头一句话打消下去了。丫头，来看看，此针法可会。
苏小璐靠近观看，她摇摇头，我不会。孙伯承和孙子谦父子并没有不适之感，苏小璐看了都觉得神奇。吴老头让苏小璐好好看，直接上手亲自教。苏小璐拿了银针，看准穴位一针下去，孙伯承嘶了一声，苏小璐又取出针来，力度要重，要更快，再试试。至于把孙伯承、孙子谦父子当靶子，吴老头不会觉得不对，他只会觉得这是他们的荣幸。苏小璐用心的学，1次、2次、3次，就能扎得和吴老头一样了。丫头厉害，一学就会。来，剩下的你来入针。苏小璐点头，二话不说，取了针就是扎。孙伯承和孙子谦都看呆了，他们不敢质疑，只在心里暗自感叹，实在是太优秀了。师傅，我先过去取针了。去吧，针法共有100套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每天教你1套。好。苏小璐回了孙宝倩、孙宝善住的院子，孙宝善都等睡着了，苏小璐也没打扰他，轻手轻脚地取了针。苏小璐没注意到的是，孙宝善的睫毛颤了颤，他的双手已经握成拳。等到苏小璐出去了，孙宝善才松了口气，睁开眼，他抿了抿唇，眼底带有一丝笑意。苏小璐来到孙宝倩房间，看着孙宝倩也睡着了，他小声地问连氏：婶婶感觉怎么样？小肚子暖和了吗？暖和了，很舒服。我现在来取几根针，这样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四肢温暖了，等到那时候我再给你全部取掉。连氏点点头，苏小璐从连氏身上取下了4根针，然后就坐在卧榻边休息等待。小璐，刚才我看见上儿手指上的银针有点黑，那是毒素吗？是的，那就是要引出来的毒，他们身体里都积累了不少，但一次只能一点点的引出来，所以需要很久的时间来清毒。孙宝倩放在床边的手上有1根根针，银针的尾部已经有了一点黑色，格外的刺目。连氏心中一疼，他这2个孩子受苦了呀。小璐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收了报酬的嘛。连氏真心道谢，孙家支付了一些报酬，但人情也是在的，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办得到的，神医也不是谁家都去，所以孙家是幸运的。苏小璐不知道连氏心中所想，她有点困了，等时间一到，她就给孙宝倩和连氏收了针，一边打哈欠一边说道：婶婶，那我先回去睡了，像这样的针疗每3天停1天。好，你快回去睡吧，好好休息，有什么想要的你尽管说出来。苏小璐回院子，吴老头正在吃夜宵，吃卤肉喝酒，看见苏小璐回来，吴老头招招手：丫头，来，啃2块骨头再去睡。苏小璐想了想，还是去吃了酱焖的肘子排骨，真香啊。苏小璐啃了块肘子和1节排骨，就满意的下桌去了。师傅，我把银针收拾一下再去睡。孙府安排的周到，床上铺得很精细，明明很软很舒服，但苏小璐却是失眠了。她叹了口气，小声的嘀咕：明明才1个白天没见，怎么觉得好似已经很久没见到了，好想家呀。还是家里的床舒服多了。身边没有熟悉的3姐，苏小璐有些睡不着，毕竟她自从断奶之后就是和苏小玲一起睡，在那么多日子里并不觉得，可一旦分开后空闲下来，思念就如潮水一样汹涌。苏小璐进了空间查看药材，整理了一番才出来睡觉。已经入夜了，赵氏还是睡不着。是想四妹了吧？我以为你睡着了，也不知道四妹现在在哪里，有没有吃饱，有没有睡着。在外不比在家里，我想她。没事的，别多想了，过几天四妹就回来了。孩儿爹，我睡不着。赵氏心里对女儿的担忧，也有对儿子的担忧，他没有睡意，在脑海里想了许许多多的事情。孩娘，咱们明天去虎子弟家里商量商量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生意做一下，不管最后成不成，总要先去试试，
才是好的呀。想要2个儿子读书，只能离开这儿，但举家离开又要多少银子才行？第二天一早，赵氏和苏三郎早早的起来，发现昨夜后半夜下过雪了，天气冷，2人去厨房做饭。差不多饭快好的时候，苏小玲起来了，没一会儿，苏虫、苏华和周恒也起来了。哇，雪真好看，要是小鹿在就好了，他喜欢堆雪人儿。苏虫看着院子里的雪，叹了口气，他想妹妹了。苏华也想，他皱了皱眉头，然后眼睛一亮，咱们堆个雪人吧，小鹿过几天就会回来了，到时候他看见了一定很高兴。周恒浅浅一笑，点点头，好，那咱们一起来堆。苏小玲本来已经来到了厨房，准备帮苏三郎和赵氏干活的。三妹，你也一块儿去玩会儿雪，这儿有爹娘就够了，去吧。那我过去帮他们一起堆雪人。去吧，一会儿吃饭了，娘喊你们。苏小玲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天真无邪的时候，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她也很乖巧，让她乖乖坐着就坐着，睡着就睡着。哎呀，一转眼呢，三妹都大姑娘了，也不知道过几年她会遇到什么样的郎君。再过5、6年，苏小玲就该说亲了。赵氏更加坚定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念头，只有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她的女儿才有机会找到好人家。我们三妹一定会遇到一个好人的，疼她爱她一辈子。想着几个孩子，苏三郎心中也坚定了，就是为了几个孩子，他也要拼尽全力的。苏小玲加入了堆雪人之中，很快就和苏虫、苏华、周恒一起堆了一个大雪人。这时候赵氏也在喊他们吃饭了，几个人便去水井打水洗手，洗完手一起去吃饭。苏小玲感觉衣服被人拉了一下，她不解地回头看，原来是周恒。恒弟弟。他的问话还没有出口，周恒就拿了一个小雪人给他，送给你的。苏小玲很惊喜，雪人很冷，但她的心里却觉得很温暖。谢谢。苏小玲不知怎么的，她突然不想让家人看见，所以转而回了房去。她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，把雪人放在了房间里面的窗台上，她低声自语道：恒弟弟可真好，大哥二哥都没想到送我一个雪人，你却记得我。其实他也不在意有没有雪人，大哥二哥对他和对小鹿都是一样的，但周恒单独送他一个，这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偏爱。这种独一无二的偏待，每一次都会让他高兴很久很久。对于他突然回房间，苏三郎和赵氏也没多想，看见苏小玲来了，就让他坐下吃饭。吃完饭，苏三郎和赵氏就准备过去陈虎家。虎子兄弟，弟妹，今天我们夫妻来是有点事情想和你们一起商量的。这件事儿是为了我们2家人。是什么事情？你说吧，只要能做到，我们家绝对不会推辞的。虎子兄弟啊，今天来是想和你们商量，咱们一起到镇上做一个专门卖酸菜和泡菜的生意，看看能不能奔出点路子来。挣了钱啊，到时候咱们就把这边房啊地啊全卖了，咱们2家人一起离开这儿。这开年的时候吧，我带虫哥和华哥去求学嘛，但那夫子对我说没有良心的人，他的孩子他也不会教的。我这才意识到啊，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觉得做对了，世人就觉得是对的。留在这儿，咱们的后辈不能求学，将来他们成人了该婚配了，怕只有一些品行不好的人家来说媒。如果走到这一步，我们的孩子反而要受到更多的委屈和磨难，那当初咱们做下的抵抗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苏三郎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，他希望陈虎能和他一起走，2个家庭在一起总是能奔出一个头的。陈虎和钱氏听了苏三郎的话，心中也是思绪复杂。赵氏在这时候开口：弟妹，你手艺很好，三郎前2天去镇上的时候都观察过了，没有人卖泡菜和酸菜的。这虽然有些冒险，但也是一条出路啊。咱们这段时间准备好先试试卖，要是卖得好，年后咱们再重新计划一下。赵氏把心里的打算说了出来。从吃上钱氏做的泡菜之后，
苏小璐那随口一说，赵氏就放在心上了。后来她也做了泡菜，但她做出来的和钱氏做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钱氏用的配料她也用了，但还是不一样。这就可以证明钱氏的手艺是不可取代的。陈虎和钱氏开始思量，两人听了苏三郎和赵氏的话，心里也想到了3个孩子。想着陈虎愿意和苏三郎一起去拼，他坚定地看着苏三郎。大哥，为了孩子，我和孩娘也是愿意的，只是怕做不起来，亏损了。我做的泡菜只是一些普通的菜，都不值钱，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只要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做，有损失我们家来承受，赚钱了咱们2家一起分。对，弟妹出手艺就行了。这样说来，陈虎家是一点损失也没有的。陈虎一想就觉得脸燥热，钱氏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摆摆手。哎呀，大哥大嫂，这不成的，哪里能够这样子啊？危险你们都挡着了，我只是动动手而已，不费事的。是啊，这对于我们来说一点都不累的。大哥大嫂要做生意，我们也应该支持他，就当……陈虎还没说完就被苏三郎打断了。虎子兄弟，弟妹，这件事关乎我们2家人的未来，不能就这样概括了。手艺这个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得到的，弟妹的手艺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你们不要说你们没出多少力。苏三郎这几年去了很多次镇上，和孙府来往那么多次，孙府有时候为研究新菜苦恼得不得了。苏三郎对菜谱手艺就有了一些新认知，至少他的认知不是停留在不就炒个菜这样的层面上。一个新菜出来，菜谱是很值钱的，而钱氏的手艺就是一个菜谱。陈虎也认真地思考了，他觉得苏三郎说的很有道理。大哥大嫂，我们夫妻愿意一起做。陈虎答应了，苏三郎也更加坚定心理目标。那好，咱们2家人就一起拼出个路来。关于做生意之后的分账，咱们除去人工和本钱后，咱们2家再5-5分。这个时候咱们写个条款，做生意的时候啊，就不参私情了，该是怎样就是怎样。你们家出手艺，我们家租摊位，对外销出去。虽然是结拜兄弟，可牙齿都有咬到舌头的时候。古人都说亲兄弟明算账，所以该算清楚的时候还是要算清楚。钱氏点点头，对陈虎说道：我同意这样。我也同意。大哥大嫂，那咱们2家什么时候开始？咱们今天就开始做100斤泡菜，过几天泡菜好了就去卖。我今天去镇上看看，找个合适的摊位租下来。商量好事情了，那就要开始动起来。陈虎和钱氏一听也浑身有劲儿，说行动就行动，几人一起出来回苏家。苏三郎叫上陈虎一起去往镇上，而钱氏和赵氏则是准备去弄青菜和白菜。2家人一起行动，最好奇的莫过于2家的几个孩子了。他们跟着一起弄菜，想问但又忍住了。周恒笑了笑，他是猜到了，想着最近吃的那些泡菜，他觉得这条路应该是走得通的。周恒专心地帮忙撇菜，这样很好，就是他回去了，心里想起来也会觉得很放心。等撇好了菜，赵氏才笑着对苏崇苏华说道：娘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，咱们呢和你们虎子叔叔要一起做生意了，就卖你们婶婶做的那个很好吃的泡菜和酸菜。苏崇苏华顿时就明白了，酸菜泡菜特别好吃，一定能大卖。必须的。想着两人都觉得口水泛滥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这是好事，连干活都有力气了呢。苏小玲从诧异转为平静，她想起了苏小璐那时候随口说的话，她不由得笑了。如果小璐知道随口说的话要成真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陈大妞和陈二妞也很高兴，他们喜欢和苏家靠得很近，两家人一起做生意，说明以后更亲了，想想就很开心，他们能跟着认识好多字呢。大家一起忙得热火朝天，一点也不觉得累，时不时看一眼身边人就忍不住乐。苏三郎和陈虎一起到了镇上，就一起去租了一个街边的小店铺，只有一间小屋，1年要4两银子，位置很好，要租的话必须租1年。这儿的位置的确是很好，旁边也有很多做生意的。陈虎有些心疼钱，还想劝说苏三郎再看看别的。
苏三郎却是摇摇头，一咬牙租了下来，并且写了契书。万事开头难，做什么都有风险，但都是应该要承受的。写下了契书，苏三郎和陈虎又一起去店铺买了一些调料，然后就准备一起回家。三郎兄弟，身后好似有人叫自己，苏三郎停下脚步。大哥，好像有人喊你。苏三郎点头，他回身看去，就看见了孙管家。孙管家对着苏三郎招招手。苏三郎对陈虎说道：虎子弟，那是孙府管家，以前我家里牲口都是卖给孙府，好久没有来往了，咱们过去打个招呼。三郎兄弟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刚才看见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三郎兄弟进镇子是有什么好东西要卖吗？没有卖东西，我和我弟弟是想来做点生意，在这边租了个铺子，准备卖点酸菜呀、泡菜什么的，看看能不能有点营生。哎，可惜我家主子口味淡，不然还能来照顾你生意啊。不过不要紧，等你开张了，我跟朋友说一说，有人口味淡，也有人口味重一些的。苏三郎很是感激，连声道谢。孙管家笑着摆摆手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看着苏三郎问道：哦，对了，三郎兄弟，你家小丫头是在家里吗？说了不怕你笑话，我今天在府里看见一个小丫头，我估计和你家小丫头差不多大，长得也很像。他看见的时候都惊呆了，虽然穿的不一样了，但那模样和苏三郎家的小女儿实在是太像了。要不是觉得不可能，他都要上去和小丫头说几句话。苏三郎的小女儿只是平凡的小孩，孙府里面的那可是神医的徒弟，可是一个宝贝金疙瘩。苏三郎一听，不由焦急地询问：真和我家小鹿长得像吗？那他身边有没有一个年纪有点老的大夫？孙管家有点回不过神儿，他没想到他只是随口一说，却真的是苏三郎的女儿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女儿，她身边有一个年纪比我还老一些的大夫。大夫这两个字，孙管家说得很艰难，因为府内的那可是神医呀。不过这不能对外说的，要是真是苏三郎认识的大夫，那神医真的是藏得太深了。孙管家，能不能让我进府内去看看？我悄悄的远远看一眼就好。我家四妹是跟师傅出去治病了，她从来没有离开我们那么久，我就看看是不是，保证不会打扰，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的。孙管家想着苏三郎是个不错的人，便点点头。三郎兄弟，那我先把话给你交代几句，到了府内不能喧哗，咱们远远的看一眼就行，然后回去了也不要说出去。好，我知道的。孙管家看苏三郎真诚，便带路去。到了后门，孙管家看了看陈虎，陈虎立刻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大哥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在外面等你就好，你快去吧。苏三郎想了想，点头，便跟着孙管家一起进去了。孙管家把苏三郎带到苏小璐住的小院子，在门外偷偷的看。苏小璐正好在院子收拾孙府采买回来的药材，都是一些普通的药材，但用灵泉水泡之后熬制，效果会更好。苏小璐感觉有人在偷看她，她轻轻摇晃了簸箕，抱着一个转身，好似要进屋，但其实她是看了一眼门外熟悉的身影，她一下子就愣住了。孙管家生怕被发现后有麻烦，立马拉着苏三郎就走。爹！苏小璐已经放下了簸箕，跑了过来，追上了苏三郎。苏三郎是被动的被拉着疾步而走的，他其实还没看清楚呢，只是觉得身影有些像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苏三郎立马停下来，对孙管家说道：是我家四妹。孙管家震惊，他没想到真的是苏小璐。苏小璐换了一身衣服，真真是极其好看。爹，你怎么来啦？苏三郎蹲下身，欣喜地看着苏小璐，想要抱抱又没敢伸手，似乎是怕弄脏了苏小璐的衣服。苏小璐却是一下子抱住了苏三郎，可怜兮兮的：爹，我好想你，也想娘，还想哥哥和姐姐。晚上没有姐姐抱着我睡，我都睡不着了。我们也很想你啊，之前不知道你在哪儿，还怕你挨饿受冻，现在知道你是在孙府，爹回去也放心了。爹，我和师傅后天就会回家去了，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苏小璐摆着小手，给孙宝善和孙宝倩针疗清毒，每3天停1天，停那1天，她自然是要回家去的。
好，爹是孙管家带进来的，你虎子叔叔还在外面等着爹呢，爹就不多留了，你快回院子里去吧，你好好听你师傅的话就好。苏三郎没注意到苏小璐说的好消息，他记住了苏小璐后天就能回家了。苏小璐听着陈虎还在外面等，他乖巧的点点头，和苏三郎挥挥手说再见，就转身回了院子去。孙管家也对苏小璐慈祥的笑了笑，就送苏三郎出府去了。他准备一会儿和主子请罪之后说一说，这样以后苏三郎再来看女儿就不用悄悄的了。到后门，苏三郎感激地对孙管家道谢：谢谢谢谢。三郎兄弟啊，有这样一个闺女，你以后有福了。是的，能有2个这么懂事的闺女是我的福气。想着苏小璐和苏小玲，苏三郎心里就一阵温暖。出了门道谢再见后，就和陈虎一起回去了。孙管家看着俩人的背影，心想等他们那什么酸菜泡菜的店开了起来，自己一定要去捧场。如此想着，就转身进门，然后去了前院，和孙伯承禀报了带苏三郎进府的事情。孙伯承和孙子谦都有些诧异。这么说，我们和小先生家好几年前就结了缘分了。孙伯承也是有所感触。是孙家列祖列宗在保佑孙家呀，做了好事才有好报。子谦啊，咱们家以后要做更多的好事情，为孩子们积福才行。孙安，你起来吧，以后啊，苏三郎一家人想来看闺女，一定要从正门请进来，好生招待。苏小璐和神医就他们一家子，苏家人理所应当是贵宾，应当要好好招待的。孙管家恭顺地应下，让下人在那院外等候差遣，好生伺候。先生爱酒，把府内珍藏的竹青酿送2坛过去，给先生品尝，再看看小先生有什么喜好没有。孙管家点头应下，见没有其他吩咐了，便退了下去。等孙管家走后，孙伯承才对孙子谦说道：子谦啊，爹今天是真高兴啊。爹，我也高兴。学堂那边你要尽快置办好，争取啊这几天就让苏家的2兄弟入学，该安排的都安排妥当，知道吗？孩儿记下了。好，这儿没什么事儿了，去陪陪你妻儿吧。孙子谦点头退下去。孙伯承心头松了口气，出门便去了祠堂。这个好消息当然要上炷香告知祖辈，或许等孙儿身体痊愈后，以后成婚生许多个孩子，到时候个个身体健康，又能再练武保家卫国了。孙子谦回了院子。夫人在做什么？前不久先生那边送来了几张药方，有些药材咱们府里就有，我正在清点。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，只要能治好倩儿和善儿，什么都行。啊，下人一直注意着的，有什么需要都及时送过去了。夫人辛苦了。我不觉得辛苦。在小院的吴老头和苏小璐正在熬药制作药丸子。吴老头拿个酒葫芦，时不时地抿一口酒，微微闭上眼，惬意地享受着，然后指挥苏小璐搓药丸子。苏小璐认命地干活，从下午搓到晚上，搓得他手都酸了。那吴老头也清闲地半醉了一个下午。许是看苏小璐在揉手，吴老头似乎想起来小徒弟还很小。丫头，过来，师傅给你捏捏。苏小璐走过去，吴老头拿起苏小璐的手，喷了一口酒，上去就揉。丫头，酒可是好东西啊，师傅给你揉揉就不痛了。过段时间你得练练身体，不然以后啊，你走天下哪儿有力气？师傅的手可金贵得很，可不是谁都有这个待遇，也就是师傅的师傅才能够有这待遇。师傅刚刚按的这几个穴位，你要好好记下来，改日给师傅按摩，知道吗？吴老头按摩之后，苏小璐的手就不痛了。吴老头对着院子外面喊：传饭菜吧。饭菜精致，比较清淡，好吃是好吃，但对于喜欢吃辣的人来说还是不下饭。后天回去啊，得从你家里带点辣椒酱来下饭才行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吃完饭，
两人照常去给孙家人斟酒。苏小璐还担心吴老头喝了酒呢。臭丫头，老夫可是千杯不醉。吴老头一甩手，走得飞快。苏小璐笑眯眯的也转身去了孙宝善和孙宝倩的院子。连氏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。小璐来了。婶婶，这是给宝倩姐和宝善哥的药，这段时间睡前吃1粒就好。小璐，谢谢你，那我回房间等你。连氏伸手摸了摸苏小璐的头发，柔声说道：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孙宝善他看着苏小璐下针，抿了抿唇，忍不住说道：小璐好像和昨天不一样。是有一些不一样，这是我昨天刚和师傅学的新针法，配合运用效果会更好。谢谢。哇，它真的好好看。好了，我去给宝倩姐扎针了。孙宝善点点头，他对着连氏说道：娘，不用担心，你去看姐姐吧，有点困，我去睡一会儿。连氏温柔的点头，起身跟着苏小璐一起过去女儿的屋子。孙宝倩已经在等着了，今天的她没有昨天紧张。看见苏小璐的手法和昨天有所不同，孙宝倩也忍不住问道：小璐，我觉得和昨天有点不一样，是我记错了吗？没错，宝倩姐的记性真好，这是新的针法，师傅昨天教我的，一会儿给你们扎好，我还得过去学新的针法。小璐，你可真厉害，一遍就学会了，如果是我可能都记不住。看着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妹妹，孙宝倩真心的佩服。小璐，你让我相信了书里面写的都是真的，你是一个奇才。孙宝倩的眼神真像一个迷妹，那种纯粹真心的夸赞和喜欢，也会让被夸赞、被喜欢的人觉得很高兴。苏小璐现在就是这种感觉。苏小璐给孙宝倩扎好针之后，孙宝倩温柔地说：谢谢。苏小璐调皮地眨眨眼：不用谢，嘿嘿。孙宝倩忍不住笑了，连氏看着心里也觉得暖暖的。到了连氏，苏小璐很快扎好了，然后对连氏和孙宝倩说道：我先过去了，一会儿我回来给你们取针，明天我再给婶婶制药，配合着一起吃，对身体好。好，我们不着急的，你别太累了就好。苏小璐点点头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他来到吴老头这边的时候，吴老头似乎是在算着时间，只留了20针等他，交了5针就让苏小璐试试。哪怕昨天已经见过了，孙伯承和孙子谦还是再一次被震惊。苏小璐真的是上手2针就熟练了。吴老头也露出了得意的神色，摸着胡子告诉苏小璐：人的经脉成千上万，是全相通的，每一根经脉的感受都不一样，只要学得精湛，完全可以让病人感受不到任何痛楚，而有的时候也只需要小小的1针就能够让人痛不欲生。你要是练了一些底子，还可以点血即风血的效果。孙伯承和孙子谦都听呆了，他们真怕苏小璐会被累死，但看看神医，又看看苏小璐，又惊叹白担心了。神医传授的忘我，小神医更是听得入迷。但扎完针之后不久，苏小璐便说道：师傅，明天再学，我先过去取针了。啊。苏小璐算着时间来的，刚好1个时辰就给孙宝善取针。取完针，孙宝善还没醒，苏小璐小声地说道：婶婶，还是得让宝善哥醒来，把药吃了再睡。苏小璐说完就转身出去了，他还要去给孙宝倩取针。连氏正想叫醒孙宝善，孙宝善就睁开眼了：娘，我现在就吃药，吃完药去睡一会儿，感觉有点困。孙宝倩这边也是一样，取了针就被连氏叫起来吃药，吃好药才睡下。苏小璐给连氏取了针，她笑着说道：婶婶，肚子暖暖的吧？针疗1个月就行了，到时候吃着养生药，过不了1年你就好全了，到时候就不会觉得胃冷汗多了。小璐，要不要让2个丫鬟帮忙你熬药？你教他们做。苏小璐想了想，没有立刻拒绝。那我回去问问师傅。连氏点了点头，要是可以的话，苏小璐就不用太累。苏小璐回到院子，吴老头已经回来一会儿了，正在吃夜宵，招手就让苏小璐过去吃。苏小璐跑过去坐下：师傅，咱们要制那么多药丸子，能让孙府的丫鬟帮忙吗？丫头，最好不要，
既然你问了，师傅就教一教你吧。这非富即贵的人，家里多少都有一些心思不正的人。你想啊，如果让别人经手了，在你药里下点毒，出了事情，是不是就给你带来麻烦了？咱们自己动手呢，就从根源没了麻烦。吴老头抿了口酒，又吃了口肉，这些可都是经验之谈呐。苏小璐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，她点点头，谢谢师傅教诲，徒儿记下了。婶婶，明天我和师傅要回家了，后天再来。好。小璐，祝你一路顺风。谢谢宝倩姐。苏小璐收拾好回了院子，吴老头招招手，叫苏小璐过去吃夜宵。今晚吃的竟然是烤羊排。苏小璐吸了吸香气，到吴老头身边坐下吃了起来，吃了一根排骨，苏小璐就不吃了。吴老头瞥了一眼，怎么不吃了？师傅，吃多了会胖啊。胖什么胖？明天有你累的，还消化不了这几两肉了。再说了，你还在长身体呢。果然，女人就是麻烦，这丁点大的丫头都有爱美之心了。就是长大了，你也不用怕胖，自己随便扎几针，保管你吃不胖。嘿，好，我听师傅的。说罢，就再次啃起了羊排。等吃饱了，又去收拾了银针，才去睡觉。夜里，他依然是很想家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苏小璐换回了她原本的衣服，和吴老头一起去正厅和孙伯承道别。先生，这是报酬，学堂那边已经打点好了，什么时候入学都可以。孙伯承恭敬地拿出准备好的报酬，一共有11000两银票。下人把打包好的礼品也抬了上来，是一些布匹之类的东西，没有很铺张，但很适合家庭用。吴老头接过银票，也随手给了苏小璐。丫头，拿着。苏小璐眉眼弯弯地收入怀中，这可是好师傅的爱呀。至于那些礼品，吴老头没要，懒得拿，走了。回去路上还得背小徒儿呢，哪有空拿那些？说完，吴老头便带着苏小璐转身走了。孙伯承和孙子谦夫妻一起送到府门外，吴老头背着手走路生风，头也不回。苏小璐出府后，回头对连氏挥手，再见。连氏笑容温柔，满眼的不舍。吴老头蹲下身去，语气很是高冷，上来了。苏小璐爬上吴老头的背，亲眼看着这一幕的孙家人都露出了惊愕的神色。原来神医先生不是对谁都冷傲。吴老头背着苏小璐一路出镇子回南山村，苏小璐便想要睡觉，但他还没睡着，腿就被掐了一下。师傅。苏小璐有点委屈。哼，这雪天雪地的还敢睡觉，你是想感染风寒？睡什么睡？背穴位给师傅听，背药草书给师傅听，事情多得不得了，哪有空给你睡觉？苏小璐见睡觉没希望，打了个哈欠就开始背，也终于快要到家了。吴老头把苏小璐放下来，他背起手，没多少路了，自己走一走，跑一跑，一会儿让你娘啊给你喝点姜汤驱驱寒。好，一会儿姜汤好了，我也端一碗给师傅。还有，回家别对你爹娘说是我背你回来的。苏小璐心领神会，笑眯眯的答应。嘿嘿嘿，好，我不说。爹娘，大哥哥、二哥哥、三姐姐、周恒哥哥，我回来啦！家里面很热闹，苏小璐听到了陈虎一家人的声音，不由得有些好奇。一听到苏小璐的声音，苏虫就跑过来开门了。门一开，他很自然地把苏小璐抱起来就往家里走，一边关心地问：小璐啊，你冷不冷？饿不饿？大哥哥，我不冷也不饿，就是很想很想你们。我们也很想你。小璐回来了，辛苦了吧？
天冷得很，婶婶给你煮一碗姜汤，去寒。确实是，让小鹿先到火边来烤火。苏小鹿也笑着和陈虎一家打招呼。虎子叔好，小婶婶好，大妞姐、二妞姐、石哥你们好。和陈虎一家人打了招呼，就去到了苏华和苏小玲身边。他从身上的小布袋里面拿出甜点，笑眯眯的。姐姐，你们吃，可好吃了。这甜点还是连氏让他带回来的，好东西自然是要和家人一起分享了。哎，给三妹和小鹿吃，大哥二哥都长大了，不吃糖了。谢谢大哥哥二哥哥。谢谢大哥二哥。小鹿，我也要一个香香。姐姐，我好想你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最想你，这几天我都睡不着。我也是。苏小鹿发现家里有一些改变了，院子里多了几个大水缸，还有许多青菜。似乎是知道苏小鹿会疑问，苏小玲小声地说：咱们家和虎子叔家要一起做生意啦，就卖小婶婶做的酸菜和泡菜，过2天爹和虎子叔叔就要去镇上卖呢。恒弟弟还给咱们2家店取了名字，叫食有味呢。好啊好啊，小婶婶的手艺那么好，一定能大红大紫的，嘿嘿。他想起了前天的事情，这会儿他就明白了，原来那一天进镇上是找摊位呀。钱氏和赵氏煮了姜汤来。三妹，把这碗端上去给师叔喝。四妹啊，这么远走回来累了吧？喝了姜汤就回房睡一觉啊，晚上娘给你做好吃的。娘，我不累，是师傅背我回来的。赵氏愣了一下，瞬间露出了惊喜之色。真的吗？来去都是师傅背的，但师傅不准我这样说。爹娘、虎子叔叔、婶婶、哥哥姐姐，你们可得帮我保密。大家都笑了，笑着点头答应。晚上给你师傅做2个下酒菜。在隔壁的吴老头冷着脸端着姜汤，气得吹胡子。他直接一口喝了，把碗还给苏小玲。回去吧。苏小玲忍着笑意拿着碗。师叔，你好好休息，等吃晚饭了我再喊你。出了吴老头家门，就看见周恒在家门口，看见他浅浅一笑，对他伸出手，露出帕子包着几块点心。我也不喜欢吃甜的，小玲你帮我吃了吧。谢谢恒弟弟。赵氏和苏三郎开始准备晚饭了。苏小璐没有去睡觉，而是到了厨房，挨着苏三郎坐着帮忙添柴火。他把装银票的小盒子从怀里拿出来。爹娘，我们家里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，大哥哥和二哥哥也能读书了。赵氏拿着铲子的手一抖，苏三郎也一愣，只见苏小玲打开盒子，里面竟然是厚厚一层银票。当年卖那一头老虎，苏三郎也是见过银票的。四妹，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苏三郎连忙把盒子合上，这可是在灶台前，万一不小心引火了怎么办？这是我和师傅在孙府给孙家2个孩子治病的报酬，接下来好几年我都要在孙府来来回回呢。孙宝善和孙宝倩是先天弱，很难治的，作为回报，他们也满足了我的要求。这也太多了。那是因为我师傅是神医啊，还是可遇不可求的神医，我跟着师傅学，以后我也能挣这么多的。四妹，这给你师傅吧，你现在还没有出师，这些你不该拿的。二爹，你说的对，这么多银钱咱们不能拿。爹娘，可这是师傅给我的呀。这真是你师傅给的？这太多了。苏小璐眨了眨眼。师傅还说以后整个名谷都是我的。既然是你师傅给的，那你就好好收着，以后好好孝敬他，知道吗？好好记住你爹说的，咱们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本。不管以后是什么样，娘都希望你要好好的尊师重道。苏小璐点点头，她认真的回答：爹娘，我都知道的。师傅面热心冷，他是他唯一的徒弟。师傅嘴上不说，但心里宝贝着呢。他又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，怎么可能不懂报恩呢？
看着苏小璐认真，苏三郎和赵氏相视一笑，都放心了。两人会心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晚饭很丰盛，苏三郎难得和吴老头喝酒，他端着酒杯严肃地说：大哥，谢谢你对四妹的照顾。吴老头懒得说话，直接喝酒，烦死了，就知道会这么麻烦。他瞪了一眼臭丫头，小丫头眼珠子压根就不看他，头都快埋碗里了。吃饱喝足，吴老头就回去了。赵氏烧了热水，让苏小玲和苏小璐洗漱。苏三郎则是拿了盒子，悄悄去了隔壁。看见苏三郎，吴老头就知道他为什么来了。大哥，这个我们不能要。小璐说了，虫哥和华哥都能入学了，你的恩情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哼，苏三郎，今天你要不是我徒儿的爹，我连门都不让你进。你算是个不错的男人，但你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地方，没见过世面，不知道臭丫头是何等的珍宝，这我不怪你。别说这1万两银子太多了，怎样怎样的，这点钱老夫我没放在眼里。这是我给我徒儿的，他孝敬父母，你要用就用，不用拿去扔了烧了都无所谓，爱怎样怎样。我就那么一个徒儿，我想给什么就给什么，你不懂我也不怪你。只是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做了，我烦得很。吴老头的直白让苏三郎面红耳赤，他拿着烫手的盒子手足无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吴老头皱了皱眉头。你也别觉得坐立不安，等小丫头以后出师了，这世上只要留有一口气，到她手里就死不了。你要明白，世上富人权贵能用万金治病的多了去了。你家那俩小子若是能入学，将来也会大有出息。你们夫妻习惯习惯就好了。二爹，怎么样了？苏三郎把盒子交给赵氏。我拿回来了，好好收着，以后咱们四妹成婚，给她做嫁妆。这太多了。孩娘，不多的，一会儿我和你细说。等苏三郎睡下，就把吴老头说的话都告诉了赵氏。赵氏静静地听着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：那咱们就收着吧。二爹，若是虫哥和华哥真的有出息了，到那个时候你就能抬头挺胸了，我们也能放心踏实了。到那个时候他们会过什么日子就和我们无关了，咱们俩就安安心心的守着老家，等孩儿们累了就回家看看，咱们老两口就种种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这辈子何其有幸，才能娶到你做我的妻子。二娘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。其实今天大哥对我那样说，我一开始是有点乱了，怕是我多此一举触怒他，以后让四妹受罪。但最后大哥那句话又让我明白了，他对四妹有多看重，多在意。反倒是我小肚鸡肠了，以后咱们四妹跟着他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他虽然不爱多说，脾气冷漠，但也是真的把四妹当宝贝。谁看清了四妹，他就不会给谁好脸看。我要不是四妹的爹，他估计正眼都不会给我一个。说来都是我的错呀，怪我自己没有见识。这些银钱对我们来说是几辈子都赚不来的，但对于大户人家却不算什么的。他一番感叹，越说心中越清明。赵氏听着也高兴，他从苏三郎话语之中分析出来，他猜测的是对的，知道女儿是被重视的，他就放心了。二娘，明儿我和四妹一道去镇上去，带着虫哥和华哥一起去，要是能入学啊，就早点入学去。想着苏虫和苏华，苏三郎心里也踏实了。好。不早了，早点睡吧啊。赵氏点头，安心的入睡。
回到熟悉的家里，苏小璐睡得香甜，迷迷糊糊的，她知道她三姐姐又在偷偷亲她了。苏小璐觉得好笑，又觉得好甜。从她出生起，苏小玲就把她当成仙女，直到现在也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仰她。第二天起来，赵氏做了早饭。今天的吴老头格外的高冷，不苟言笑，非常的疏离人。苏小璐觉得有点奇怪，师傅一下子高冷了，该不会是生他气了吧？于是聪明的苏小璐给吴老头倒酒夹菜，左一个师傅右一个师傅，叫得很甜。吴老头冷硬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缓和了，但还是高冷的吹胡子。吃完饭，臭丫头，去收拾，收拾好了就走。好师傅，我知道啦。吴老头外走的脚步一停，高冷的嘴角实在是没忍住抽了抽。这臭丫头！吴老头的反应自然被苏家人看了个真切，大家都不由得憋着笑意。等到吴老头出去了，苏虫才笑着说道：呵呵，师叔好好笑啊，明明很喜欢小璐，还故意冷着脸，最后还不是忍不住了。哎呀，小璐这么好看，这么可爱，谁不喜欢啊？根本不用故意冷漠的。苏虫想着都觉得很有趣。哼，大哥说的对。虫哥、华哥，你们也收拾一下，咱们今天啊要和小璐一起去镇上。小璐，来，哥哥背你。苏小璐看了一眼冷傲的走在前面的师傅，她笑着爬上了苏虫的后背。好，嘿嘿，大哥哥的背和我的好师傅的一样温暖，我爱你们。我们也爱小璐。苏虫高兴地背着苏小璐奔跑，他清楚地记得，自从小妹出生后，家里的日子就越来越好过了。三妹总悄悄地叫小妹仙女，苏虫也相信她的小妹妹就是一个带着福气的小仙女。呵呵，真是个臭丫头。苏华倒是安静地跟着走。吴老头看了看苏华，不由说道：花小子，你咋不跟着跑？师叔，我不跑，我要存着力气，等一会儿大哥累了，我就背小璐。不错，好孩子。苏华看着不远处欢快的身影，眼里带着笑意。这一路上是苏华和苏虫轮流背着苏小璐。到了镇上，吴老头对着苏三郎说道：先一起去孙府，他们自会派人领你们去学堂。好，谢谢大哥。到了孙府，小厮恭敬地引领他们入府。先生稍等，我家老爷和少主一会儿就来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小厮退了下去。很快有丫鬟来上茶，端了今日的点心。苏三郎和苏虫、苏华没吃，吴老头不想说话，直接闭目养神。没等多久，孙伯承和孙子谦就一起来了，恭敬地和吴老头、苏小璐打招呼，然后才把视线落在苏三郎和苏虫、苏华身上。孙子谦温和地开口：苏先生，食堂那边也安排妥当了，准备好了的话，现在我领你们过去吧。苏三郎笑着点点头，他转身对苏小璐说：小璐，那爹就带你大哥二哥过去了。好，爹放心去吧。苏虫和苏华对苏小璐挥手道别，才和苏三郎一起跟着孙子谦往外走去。先生，之前你说明要的一些药材也收来了一些，你看什么时候需要？一会儿送来吧。丫头，走。苏小璐就去看了孙宝善和孙宝倩，先切脉，又问了问他们的饮食情况。孙宝善和孙宝倩都乖乖的回答。别是温柔的说道：他们这几日胃口都好了不少，这多亏了小璐呢。宝倩姐和宝善哥的状态都还不错。看完了孙宝善和孙宝倩之后，苏小璐就回去院子和吴老头一起吃药，而苏三郎已经跟随着孙子谦来到了一座学堂。林夫子有些严厉，不过学识很丰富，了解他之后，你们会很喜欢他。孙子谦提前给苏虫、苏华打定心针，怕他们会觉得夫子太过严厉而心生厌学。谢谢啊，我和华弟弟不会害怕的。早在来的时候，周恒就告诉他们了，只要能入学，什么委屈都能忍。大丈夫要有大度量，忍常人所不能忍。
跟我来吧，我要考一考他们才能决定。孙子谦对苏三郎微微一笑，走吧。苏三郎有些紧张，他看了看苏虫和苏华，小声地说道：虫哥、华哥，别怕，爹相信你们。学堂的后面就是林平生的家。到了正厅，林平生的妻子陈氏露出了笑意。是孙老爷呀，快坐快坐，我去给你们泡茶啊。陈氏不同林平生一脸冷漠没表情，他笑容温和，一下子就缓和了冰点的气氛。孙子谦也浅浅一笑，点了个头。有劳林夫人了。苏虫、苏华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们能答上来，那么从明日起，你们就可每日来我学堂上课。苏虫和苏华两人齐齐上前，恭敬地齐声开口：夫子请问。林平生看了看苏三郎，然后淡淡说道：那我问你们，你们对你们父亲苏三郎背弃宗族的行为是何看法？若是对，那对在哪儿？若是错，又错在哪儿？这是一个很尖锐的话题，孙子谦听了都忍不住急，他是生怕苏虫和苏华生气，做出失控的事情来。他正想插话，林平生也很不客气地看过来，对孙子谦说道：孙老爷，这是我收学生的规矩，还请你莫要插手。孙子谦哑然。苏华这时候开口道：学子苏华现在回答先生的问题，我认为我的父亲做得对，并且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他当时能那么做。先生想知道原因，那学子就告诉先生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自从父亲带着学子一家脱离宗族之后，学子一家吃得饱了。说着，苏华感激地看了一眼苏三郎，又说道：我们也穿得暖了。以前学子脑子不好，不是很多的记忆力，都只有挨饿受冻，被爷奶不喜，被族兄弟所欺负。而现在学子和兄长治好了病，我们能认字，有了学习的机会。或许父亲永远会被世人不容，但在学子心中，他是最好的父亲，他永远都做得对，学子永远为是他儿子觉得骄傲。说完，苏华转头看向苏三郎，坚定地说：爹，谢谢你。苏三郎眼睛通红，眼里有泪。这时候苏虫说道：我和华弟弟的答案一样，我也觉得我爹做的没错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爹，就是全天下都说我爹做错了，那我也觉得他做得对。作为儿子，我享受了他的好，这就够了。只要爹护我们，哪怕天下说他不好，我们都觉得他好。反之，如果他不在乎我们，就算天下人都赞赏他好，我们也觉得他不好。苏虫也感激地看着苏三郎：爹，谢谢你和娘。苏三郎忍住眼泪，露出个笑意。他这辈子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，他的心很暖很暖。孙子谦都被苏虫和苏华这一番话惊叹和折服，如此浅显的道理呀，但世上又有多少人能明白？孙子谦不由观察林平生的神色，但奈何林平生脸色毫无变化，孙子谦什么都没看出来。苏虫、苏华回答完了，就静静地看向林平生，等他最后的宣判。都说长幼有序，你弟弟先你回答，你不觉得他不尊重你吗？我不觉得，我的弟弟很尊重我，我们情同手足，就算以后长大了会因为思想不同而争执，但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伤心。而且华弟弟比我聪明多了，他回答的比我更好，我只觉得很骄傲，因为他是我的弟弟。苏虫说完就对着苏华笑了笑，苏华也回以微笑。孙子谦看着苏虫、苏华，他已经在打算，如果林夫子不肯收，那他找其他学堂就要用点手段了，让他们直接能入学，不需要面临夫子的考察。陈世来泡了茶水就退出去了。林平生看着目光坚毅的兄弟两人，面上很沉着冷静，但实际上脸都白了。端茶来敬吧，明日来入学。这时候苏虫和苏华才面露喜色。夫子在上，受学生3拜。这是周恒教他们的，敬茶后恭敬地叫一声夫子，再拜3拜。好，都起来吧，我暂时收你们做学生，
但如果在以后的1年里，我发现你们不思进取，学识没有进展，不能通过我的考试，那1年后我们之间的缘分就尽了。你们只能去其他的学堂入学，我不会再教你们一个字的。他们郑重地点头答应。这个难得的入学机会，他们一定会好好把握的。孙子谦松了口气。好，此番无事，那我们便不打扰先生了，告辞。林平生点点头。苏三郎看着林平生，感激的一鞠躬。谢谢先生愿意教他们。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对错自在心间，无关外人。说完便转身出门去。孙子谦感叹，林夫子说的有理，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要我们问心无愧，就是最好。几人出了学堂，事情都办好了，也能安心了。小先生想必也着急等消息呢，咱们一道去把好消息告诉他吧。苏三郎却是拱手婉拒了。谢谢孙老爷帮忙，还请孙老爷把消息转告给小陆一声，我们就不去了。就此分别，我带孩子们回家去了。孙子谦看着父子3人的背影，不由羡慕的嘀咕：他可真是有福气啊，有如此的好儿女。想着自己的儿女，孙子谦神情不由得温和下来。假以时日，他相信他的儿女也会健健康康的。他们自小就懂事，自己又何尝不是有福气的人呢？苏三郎心情也大好，带着苏虫和苏华去买了一些笔墨才回家。回到家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赵氏和陈虎一家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大家都很高兴。苏虫和苏华高兴地和周恒分享在学堂的见闻，周恒安静地听着，时不时地说上1-2句话。赵氏则是拉着苏小林回屋，准备给苏虫和苏华做书袋，在书袋上面绣上简单雅致的白色兰花，苏虫的绣1朵兰花，苏华的绣上2朵兰花，以此分辨。这样他们就知道哪一个是自己的了。娘，我有更好的办法，我去请恒弟弟写上大哥二哥的名字，我把他们的名字绣上去就行，恒弟弟写的字好看。苏华摸着书袋上面的雅致兰花，三妹，谢谢你，等我们在学堂学了知识，回家来也交给你。哈哈，对对对，三妹也喜欢读书，我和华弟弟回来教她。说完，苏虫看向周恒，不好意思地说：恒弟弟，你知道的好多啊。苏虫正想说那就不教你了，但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周恒就先开口说话了：阿虫阿华，在我家人还没有来接我之前，你们学的知识回来也教教我吧，咱们一起学。赵氏和苏三郎相视一笑。苏小璐在孙府到场给孙家人扎针。小璐，你有遇到很高兴的事情吗？对呀，我的大哥哥和二哥哥能上学了，我为他们高兴呢。今天晚上为此我还多吃了1碗饭呢。那真的是好消息呢。听了他的心情也好，孙宝倩也为苏小璐高兴。都说心情最重要，心情好了，什么事情都能迎刃而解。明天他还要去学堂看他大哥哥和二哥哥呢。12月12，苏虫和苏华第1天入学的日子，苏三郎给了2人进镇子的2文钱，又额外的给了6文可以吃2碗面的钱。赵氏蒸了金玉面的菜窝窝头，让他们带着饿了吃。苏虫和苏华离开了家，去往学堂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苏小璐会在学堂外面等着他们。哎，小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虫、苏华很惊喜，当下就要把吃的拿出来给苏小璐吃。我不饿，我来送你们上学，第1天上学嘛，我送你们进去。说着，苏小璐一手牵着一个哥哥，高兴地进学堂。苏虫和苏华入学，让原本的学子都好奇地打量他们，但大家只是看看，连议论都没有。想必是夫子太严了吧。多出来的2张书桌就是苏虫和苏华的位置。他们入座后，夫子还没有来。大哥哥、二哥哥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我先回去啦。苏虫、苏华点点头。小璐，你路上小心，走人多的地方，下次不要来看我们了。大哥和二哥会好好学习的。大哥哥、二哥哥，你们放心吧，我知道路的，师傅就在不远的地方卖药材等我呢，你们别担心，我现在就回去了。说师傅在等他，是苏小璐说谎了。他认识路，
但架不住两个哥哥担心呐。苏小璐说完就跑着出去了。大哥，你好好坐着，我出去看看。想着坏人多，他真怕有人起坏心思。苏小璐跑出学堂，就看见了师傅背着手，他高兴地跑过去。好师傅啊！来的时候他说了去看看两个哥哥，师傅不耐烦地说：麻烦死了，不准去。苏小璐偷偷出来了，吴老头担心着呢，又不好明着跟，就悄悄来。看着苏小璐也进了学堂，他眉头都皱起了。他看呐看呐，臭丫头终于出来了，他都没时间躲。吴老头扒开了苏小璐抱他的手。走了走了。苏华追出来，就看见吴老头牵着苏小璐回去的身影。苏华放心了，这才转身回学堂去。